大家好，今日係2024年嘅7月14日。舊年嘅京津冀大水，之前就河南大水，今年呢就係呢個洞庭決堤。然後呢暴雨連連，導致到湖北、湖南同埋江西大水，淨係喺江西受災嘅人呢已經超過160萬人啦，無家可歸者不計其數。咁點解近年明明啲科技咁先進有好多嘅人造衛星、氣象衛星、氣象監測台，但係點解仍然好似冇辦法抵抗到呢啲天災呢？當然同厄爾尼諾現象可能有關係啦。但係又起咗好多三峽工程同埋後續工程噶咯。三峽工程首先有三峽大壩，仲有無數嘅支流運河，有無數嘅發電廠、儲水站。三峽工程今次咧洞庭決堤咧，根據我考證就係屬於咧國務院三峽辦公室旗下嘅三峽後續工程計劃嚟嘅，耗資相當大嘅，但係都決堤。點解會咁嘅情況呢？呢個呢就翻到去中國幾千年嚟呢都係要面對嘅，農業國家一定係難免逃避嘅，就係治水問題啦。我哋而家知道呢，大禹治水呢個神話呢，最早呢而家目前就應該係春秋戰國，但係呢西周呢有一個鼎呢考古考咗出嚟，係有講大禹上村下村嘅情況嘅，上山下村，咁但係呢就唔係好仔細講到大水，唔係好仔細講到治水。咁治水理論呢，春秋戰國呢就越嚟越成熟。治水理論係點樣呢？亦都係一個治國理論嚟嘅。大禹呢就有一個父親，個父親呢叫做鲧。鲧呢係用傳統嗰個方法去治水，傳統嘅方法係點啊？用泥土，然後呢就築堤壩，利用堤壩呢去堵截啲洪水。咁但係好明顯用堤壩堵截洪水係唔成功嘅。而家洞庭湖都決堤啦，而家嘅技術都係如是何況幾千年前。咁所以咧，用堤壩咧，好明顯成效好低嘅。去到大禹嘅時候咧，佢父親已經治水10幾年，冇成效，後來俾人流放致死。但係佢上台之後咧，就用咗新嘅方法啦。佢嘅新嘅方法係咩咧？就開新河，就喺呢個主河啦，黃河側邊就開啲新嘅河，引水去啲貧瘠嘅地方。呢個第一。第二咧就係咧派人落去泥床裏邊，喺河床裏邊咧就挖淤泥。就開鑿河同埋挖淤泥，呢個就係一個治水理論，亦都係一個治國理論嚟嘅。傳統方法咧就係起堤壩，其實好似起長城咁啫嘛，即係防民之口甚於防川。遇到社會有問題，遇到國家有危難，遇到有外國勢力，有啲人咧就選擇咧用呢個堤壩保護住自己。但係大禹咧就奠定咗咩叫聖賢明君嘅標準啦。遇到問題咧就唔係純粹堵住人哋，遇到問題咧就應該疏通，係咪？人民有不滿咧，就疏通民意呢個嘅社會有困難咧，經濟有問題咧，就係想辦法解決，而唔係咧去想辦法咧堵住啲反對者。咁所以呢個就係千古一帝聖賢明君嘅標準。喺春秋戰國以後咧，好多關於大禹治水嘅理論咧，其實咧明講治水，實講治國嘅。咁所以奠定咗後世啦。咩叫做好嘅皇帝啊？咩叫好嘅統治者啊？遇到問題唔係純粹拉咗提出問題嘅人，遇到問題咧唔係純粹咧去圍困住啲人民，唔俾場內嘅人出去。遇到問題應該要堵塞漏洞之餘咧，仲要疏通問題。解決民怨，咁呢個就係好嘅君主，千古一帝聖賢明君。順便咧仲可以開鑿一啲嘅新嘅河流啦，去到一啲荒野嘅地方，然後就開墾土地，沃野千里，潤澤大地。呢啲就係好嘅皇帝啦。咁但係呢套方法咧，好明顯咧就係即係好困難啦，係咪？疏通渠道，第一就係好重成本，歷史上都有好多嘅開鑿運河嗰啲咁嘅情況。咁但係咧，更多嘅都係用堵堤壩啦，堵堤壩快啊嘛，容易見效啊嘛，所以去到孫中山嘅時代，孫中山喺實業計劃就提出咗起長江三峽啊，然後去到毛澤東嘅時期咧，毛澤東亦都搞長江三峽嘅試驗喎，但係當時有好多知識分子都反對，其中一個最有名嘅知識分子咧叫黃萬里，係清華大學嘅教授，水利工程嘅教授，結果佢反對咧就俾毛澤東打為右派。最後咧就喺文化大革命嘅時期咧就受到批鬥，後來文革結束之後咧佢先恢復名譽，但係咧一直係好活躍嘅，直至到佢臨死咧都係反對三峽工程，佢係最堅定嘅三峽工程反對者黃萬里教授。然後三峽工程咧我最近咧就查一查啦，其實反對嘅人係無數啦。咁其中喺1988年嘅時候咧有呢一本書，呢本書咧就1989年1月出版嘅，88年嘅時候編叫《長江三峽工程爭議》。
主編咧就係大程啊。咁然後裏邊咧仲有好多我哋好熟悉嘅教授咧係寫文章嘅咁而一開始咧就係引用咗鄧小平同埋當時嘅黨總書記趙紫陽嘅理論啦。鄧小平話國家政治生活民主化，更廣泛地聽取人民嘅意見，這樣就可以避免犯大嘅錯誤，有了小嘅錯誤咧亦都能夠即時糾正。趙紫陽就話重大嘅情況讓人民知道，重大嘅問題讓人民討論啊！但係結果咧呢本書咧出版冇耐咧就成為禁書啦，因為咧佢當時就係貴州人民出版社國有企業出版啦咁但係幾個月之後咧，頭先講過啦，係89年嘅呢個2月先至正式印行噶嘛，幾個月後8964事件咯，咁裏邊有趙紫陽嘅提言啦，咁梗係唔得啦，梗係敏感啦。咁其次咧喺8964之後咧，整個三峽工程就板上釘釘。就決定一定要強行推噶啦，咁所以佢呢啲反對三峽工程意見嘅人呢，譬如話有好多好著名嘅人物啦，陸欽佩先生啦、李伯寧啦，呢啲都係咧喺政治上咧赫赫有名嘅右派嚟嘅咁裏邊咧仲有好多嘅經濟學者喎，亦都有好多咧呢個嘅除咗經濟學者之外，仲有水利工程專家。經濟學者最有名嘅就係千家駒，千家駒係盟嘅副主席嚟，政治上屬於呢個嘅開明民主派咁然後咧仲有茅于軾教授，我之前導讀過好多次茅于軾教授嘅內容啦。茅于軾教授喺三峽工程發言嘅時候咧，仲係青壯時期50-60歲嘅啫咁佢就話咧呢個通關三峽工程嘅決策佢對已經作出嘅結論咧係不敢抱希望嘅，係以權力嘅大小做依據嘅。三峽工程聽證會幾百名專家要負咩責任冇規定嘅在誰都不負責任嘅情況下咧，做出結論咧係實在太危險啦。咁所以咧三峽工程咧其實當時咧反對嘅人係非常之多。咁呢啲人咧係揾乜嘢人反對咧？因為佢哋都係經濟學者或者係呢個嘅水利工程學者。佢哋人微言輕，佢哋揾咗李銳，毛澤東嘅秘書李銳咧係上書江澤民嘅，而李銳亦都係咧作為一個反對三峽工程咧非常之重要嘅人物所以晚年嘅時期咧，李銳咧仍然都係講緊三峽工程認為呢個三峽工程咧係會帶中國咧係好大嘅傷害咁佢個女咧亦即係女兒亦都有訪問，即係有啲訪問係講翻李銳生前咧係如何咧係反對呢個三峽工程嘅。咁因為三峽工程咧好明顯啦，根據李銳個女李南央話，喂，中國係君臣文化，皇上咁樣講，臣子只能夠年年叫好啦。所以明明三峽工程咧有好多嘅盲點，當時提出嚟咧一一被忽略。但係呢度咧都要講翻個好處。1989年2月出版嘅時候，中國仲係一個好相對開放嘅年代呢個叫做民主沙龍嘅時期80年代中後期。雖然咧極左嘅人士咧就話要打擊呢啲叫做資產階級自由化同埋精神污染。咁呢個資產階級自由化同埋資產階級精神污染咧係左派極力反對，因為左派要定於一尊嘛。但係80年代嘅中國咧，因為經歷過咧文革之後，嗰啲被平反嘅右派分子，頭先所講嘅千家駒啦、黃萬里啦、陸欽佩啦，呢啲人咧，佢哋都有發言權，受到當時嘅領導咧趙紫陽胡耀邦佢哋嘅重用，所以佢哋講嘅言論咧，仲係可以咧有一啲嘅作用。三峽工程冇喺80年代咧係強行推出，直至到8964咧。江澤民咧就強行推出啦，因為佢哋明白到咧，用一個偉大嘅政治工程可以掩蓋到咧6·4事件為中國帶嚟嘅傷害，所以推出呢個三峽工程1994年嘅時期就係強行推出，係一個無數人反對嘅情況底下都要強行推出。咁當時有幾多人反對呢？呢個真係好犀利喎，因為咧人大政協坦白講基本上都唔投反對票嘅，但係喺當時嘅三峽工程咧係有1/3票數係反對或者棄權，呢個係破咗中共有史以嚟嘅紀錄，亦都係以後都唔會再有咁嘅情況啦。呢個習近平話要改憲法，主席可以咧無限次連任，都冇人反對反對請舉手，沒有咁就沒有啦。當時有1/3人咧係棄權或者反對，而咧呢個嘅三峽嘅工程咧有呢個嘅412位嘅專家咧
係發言嘅，而反對嘅人咧係相當唔少嘅，但係最終咧都係強行通過啊！但係呢個80年代就係自由開放嘅，可以任意去發表意見。90年代咧，你係可以發表意見，但係就冇人聽你啦。80年代咧，當時嘅領導就會聽。去到如今咧，有冇人聽咧？三峽工程係好定係唔好？坦白講啊，我同你說了不算噶嘛，專家說了才算噶嘛。專家用科學論證噶嘛。所以而家中國要搞工程啦，搞高鐵近呢10年，有冇人有唔同意見提出呢？似乎係冇唔同意見提出噶，越嚟越少啦，或者係一帶一路計劃有冇唔同意見提出呢？香港要由亂及自由，自及興，有冇唔同意見提出呢？係咪可以發表唔同意見嘅空間越嚟越收窄啊？而家社會係唔同咗，而家咧就叫集中精力辦大事。當時鄧小平嘅時候咧就要講黨內民主，民主作風民主作風都唔係真正民主啦，黨內民主都唔係真正民主，但係起碼讓你討論，而你講完咧，佢大抵都會尊重你嘅意見。90年代佢讓你討論，但係就未必會聽你意見。去到如今咧就不讓你討論，亦都唔會尊重你意見。所以呢個亦都係時代嘅改變啦，無可奈何啦。咁呢個三峽工程咧，當時咧黃萬里教授就提出咗12點呢個嘅盛世危言啦，認為三峽工程尤其是三峽大壩會帶嚟12種咧後果好嚴重嘅。第一就係長江下游嘅鋼堤崩岸。因為咧你上游堵住咧喺長江，好似而家咁喺宜昌對上嘅長江三峽大壩堵住啲水，你始終係會泄洪噶嘛。你隨住啲水越儲越多，你就要泄洪嘅。呢一泄洪嘅時期咧，就會導致到下游嘅一啲堤壩咧崩堤咯。咁所以有啲人就話今次洞庭湖作為一個蓄水湖，作為一個長江嘅支流嘅蓄水湖，會唔會同上游係排洪係有關聯呢？所以導致到呢個洞庭湖附近受災呢？咁呢點係需要科學論證啦。第二就係阻礙航道航運咁呢個係咪呢？咁呢個就係過去20幾年似乎就未必見到好大規模出現咗。但第三就有嚴重啦，移民問題就係因為三峽工程咧，要導致數以千萬計上億嘅人呢係要移民或者係改變自己生活嘅方式。咁但係呢個已經即係處理咗啦，解決咗啦。用強行嘅方法就係拆遷，咁變成咗呢個已經歷史問題啦。第四就有積淤嘅問題，由於你閘住咗好多嘅河水，咁做發電廠做蓄水，咁令到咧好多河水嘅流動咧係減慢，所以咧長遠咧就會變成積淤啦。有積淤嘅問題咧就會有堵塞啦，有堵塞就咪有泛濫咯，泛濫咪有水災咯。第五水質惡化，咁但係長江三峽後續工程咧就有好多所謂嘅放心水，就係蓄水然後就有淨化，咁呢個似乎係咪都可以解決到呢？第六發電不足，認為咧水力發電咧其實個成本效益好低。第七就係呢個嘅氣候會異常啦，會導致到氣候異常。咁呢個就要啲地理學家解釋點解三峽工程會導致氣候異常啦。第八就係咧地震頻繁，你蓄水，你令到一個地方咧嗰個重力係重咗，會唔會加速到下邊嘅板塊移動咧？會導致到地震啦。所以有啲人話汶川大地震同三峽工程有冇關聯呢？第九呢個嘅血吸蟲病係蔓延。三峽工程會導致血吸蟲病蔓延，呢啲生物學家要解釋一下啦。第十生態惡化，呢個容易理解啊。生態惡化咧就係因為令到好多食物鏈，令到好多嘅生態系統滅絕咗，你淹沒咗嗰啲地方咁長遠會導致生態系統惡化啦。上游水患嚴重因為蓄咗水啊嘛，蓄咗水你唔排洪咧，上游就會越積越多，就會導致上游咧就會有水患啦。你排洪就會導致下游有水患，所以咧點解大禹治水就提出咗咧用疏導而唔係用蓄堤嘅方法起堤壩啊嘛？你疏導就可以咧令到灌溉啦，你疏導就可以令到咧一啲本來係荒漠嘅地方本來係唔肥沃嘅地方都會變得肥沃咯。咁當然疏導咧就要好大嘅費勁嘅，亦都要人力物力疏導咧係需要好高嘅成本，起堤壩咧就唔同。咁但係更重要咧，我認為咧疏導咧就係小型工程，小型工程咧就衍生唔到人哋覺得個領導偉大嗰種力量，而且疏導呢啲小型工程咧就要長做嘅，咁就變成咗冇一次過砸5000億
為搞個三峽工程，因為一次過賺5000億搞個三峽工程咧，裏邊涉及到好多嘅外判啦，涉及到好多嘅過水濕腳啦，涉及到好多嘅利益團體喎。咁所以呢個就係冇得比啦，用疏導大禹治水嘅方式，而家就決定咗用滾嘅方式去起個三峽大壩出嚟。咁到底係利多於弊定係弊多於利咧？呢個就唔係我同你可以喺呢度解決嘅，就應該係要開放嘅言論，讓所有專家可以暢所欲言。其實治國應該係任何道理都係咁啊！一帶一路到底係對社會利大於弊定弊大於利？大殺弊係咪？中國疫情嘅時期咧，對外咧不斷咁咧捐輸。到底對社會對人類利大於弊定弊大於利咧？讓公民社會討論啫嘛。當然公民社會討論咧就七嘴八舌啦，好似英國咁公民社會討論咪討論下脫歐咯。咁但係咧有討論嘅時期就可以咧防止一啲嚴重嘅問題咧出現咗，災難性嘅問題、不可逆轉嘅問題出現咗。而你唔讓討論咧，災難嘅問題出現咗咧，最後埋單嘅都係全體人民啫。咁所以借呢個嘅大禹治水嘅故事就講到洞庭湖決堤，咁希望大家可以反思下，其實講究歸根結底都係制度問題，聖賢明君定係堵塞堤壩都係一個制度嘅問題。如果唔改變嘅制度咧，永遠就會出現啲偉大工程。啲偉大工程咧，好似可以帶領到人民自豪咗嘛？有長城係咪好自豪啊？有天壇大佛係咪好自豪啊？有好多偉大嘅工程啊！而家有好多話中國嘅摩天大廈，令到人民好自豪。但係呢啲自豪感咧，都係啲海市蜃樓嚟嘅啫，對人民嘅生活有幾多裨益咧？所以咧，李銳也好，黃萬里也好，茅家氏也好，千家區也好，佢哋認為咧，尤其係千家區，佢個文章裏邊咧，就搞三峽工程啊，就不如咧將啲錢投放去教育好過啦。呢個亦都係不義嘅法門啦。而家中國唔係搞呢啲啦，就搞衛星工程，搞火星工程、月球工程。當年蘇聯咪就係咁樣搞到自己係國盡糧，即係彈盡糧絕咯。咁而家似乎中國又搞太空科技啦，亦都係非常之熱衷。其實背後就係呢啲所謂嘅虛榮心作祟。呢個所謂偉大工程理論。好嘛，今日講到呢度啦。我咧開咗個新嘅普通話 channel 咁因為 target 咧希望係馬來西亞、新加坡嘅華人啦，所以咧講嘅口音國語咧都係馬拉嘅口音嚟喎。咁有啲網民咧聽到好似覺得唔係好舒服咁啊，啲網友。咁你哋可以俾啲意見係嘛？用 AI 整嘅當然都係。咁所以我擺個連結喺下邊啦，你可以幫我撳個 subscribe， 有500個 subscribe 咧先可以開通盈利功能嘅。希望大家可以多啲支持啦。今日講到呢度，拜拜。